You are richer than you think， 这是加拿大一家银行的广告词，意思就是你比自己想的还要有钱。是的，在我之前制作的视频中曾经提到，并不一定是有钱人才能移民加拿大，但是真正想要在加拿大生活下去，一个月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钱呢？当然，这依照你居住的城市还有个人的消费习惯而有所不同。根据加拿大官方发布的2020年加拿大生活成本的统计数字，加拿大全国平均的个人生活费用每个月估计是加币2730块，而4口之家的平均生活费一个月大概是5158块。那么想来卡加利居住的朋友们一定想知道，今年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呢？现在就和大家谈谈我一个月生活的平均开销。我目前居住的卡加利市是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亚伯达省落基山脉山脚下的加拿大第3大城，人口总数超过130多万。它曾经是一个经济辉煌的石油城，但是现在因为石油业不景气，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物价节节上扬。加拿大统计局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简称 CPI 就指出，加拿大全国的平均值远比去年的同期上涨了 1.1%。 对于这项数据，我心有戚戚焉。现在我就来细说个人的每个月基本消费吧。一般人们生活消费不外是分为食、衣、住、行、娱乐这几大项。在卡加利生活和大部分的城市一样，最大的开销就是房屋的费用了。因为我刚刚才在3月底搬到新的公寓居住，所以3月份的房屋费用比平常多出了1个月租金的定金支出。我目前承租的2房公寓月租是加币1300元，租金包括了水、暖气和管理费用，但是必须自付电费、网络和电话等通讯费。预估这些费用加上房租，总额大约是1400元。我再和室友平均分摊下来，一个人一个月的支出金额在700元上下。再来就是交通费用，相较于加拿大第1和第2大城多伦多和温哥华来说，卡加利的大众运输系统并不发达。虽然有电车和公车，但是因为地广人稀的缘故，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是选择自己开车，生活起来比较方便。我在刚来卡加利的头4年里，都是走路去电车或公车站搭车上班和上学的。在夏天的时候还算是不错的健身运动，但是一到了冬天，那就是磨难的开始。公车常常因为大雪而误点，所以当我开始全职的专业工作后，就赶紧买台2手车来开。除了方便以外，也为了早出晚归的工作模式，提高不少的安全性。我目前拥有的是一辆小车，很省油，每个月的车贷大概在280多块钱。汽车保险也是一项比较大的花销，汽车的保费每个月大概是180块。加上因为住在公司附近，除了买菜、看医生以外，很少开长途的车，一个月只需要加1次油，大概40块左右。总计交通费用一个月500块加币。当然，民以食为天，我也不会亏待自己。不过自从新冠肺炎大蔓延之后，我都是在家煮来吃，相对于以前来说，节省很多开销。基本上我是2个星期才买1次食物的材料，一般都是去比较大众化的西人超市，例如 Superstore、Co-op 采买食材。这几家超市每个礼拜都会有促销的活动，可以买到便宜的食品。如果有时候想吃些家乡菜，就会到大统华、新鲜100、联达或者是 Lucky 等等中国超市采买食材。
因为这些食材多半是从亚洲进口的，卖价也比较贵。通常一次采买食材的花费在100到200元不等，加上偶尔为了犒赏自己的胃，会到餐厅打包食物回家吃，1个月的伙食费用平均在400块加币。至于买衣服方面，因为上班的时候都是穿着护士服，并且平时的生活里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特别是现在疫情的非常时期，我变得更宅了。没上班的时候，多半在家里休息，因此我已经很久没买新的衣服了。但是我会买保养品，以及在网络上购买电子用品，加上每个月的手机费用42块，杂项的总支出平均每个月在100块左右，总计以上的每个月花费是1700元。有时候我也会去当地的景点旅游，有些游乐的消费，但是总体来说，我每个月的花费都不会超过2000加币，这比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少。如果以消费的各个细项占总支出的百分比来看，住房费是最高的了，占了41.2%，其次是交通费29.4%，再来是伙食费23.5%，至于杂项只占了5.9%。如果不买车的话，也可以到 Calgary Access 网站购买卡加利的车票。目前成人月票的金额是109块，消费者可以在1个月的期限内，无限制的次数和时间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如果是买单程乘车票的话，一张票是3.5元。这张票可以在购票之后的90分钟之内转乘任何的电车或者是公车，都不必再另外付费。喜欢到各地旅行的我，因为新冠疫情仍然严重的当下，只好乖乖的待在家里，所以省去了很多旅行的费用。如果像以前一样每年去一次欧洲自助旅行的话，一年平均下来1个月必须多出300到400加币的花销。我记得在2008年刚来卡加利的时候，因为没有买车的情况下，可以控制每个月的消费总额在1000加币左右。现在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再加上大众运输费用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所以目前每个月的花费比以前多了很多。根据 Numbeo 网站的调查，包括租金在内的卡加利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台湾高出了 15.14%。在加拿大，有些人是抱持着及时行乐的心态，他们是不存钱的。而对于我这种亚洲移民来说，特别是只身在外，还是以开源节流为我的生活目标。大家每个月的消费又是如何呢？欢迎在不同城市的你在视频下方说说您的看法。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